先生这次来是为公务还是度假？如果是度假的话，都不是。我是为你而来啊。为我？你的46军那个旅进岛第一仗就给人端了老窝，我能不来吗？2天前的事儿，这么快传到重庆了？现在这个时期，2天时间已经太长了。连城，你对政治太麻木，这可不行啊！我要是再晚来几天，举报弹劾攻坚你的材料，就会堆满总裁的办公桌。到时候，我就是再想把你往回捞，也没那么容易了。我给校长打过电话，他说不会追究我的责任。别以为有总裁给你撑腰，就没人敢动你。辛亥革命至今，两广跟总裁翻脸就不下4、5次啊，而偏偏这里又是粤系张发奎的地盘。先生，是校长派你来的。大姐，你认为呢？我认为，那以我的拙见，如果蒋总裁想过问，先生你就不必来了。你看，对你的蒋校长，唐小姐可是了解的比你深啊。我说你在政治上不如他，没委屈你吧？你记住，连城，政治上从来就没有对错，只有利益。不是你的总裁不要你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。你连城和粤系孰轻孰重？那照先生的意思，我是应该跟张发奎低头？不，这次你如果认输，那以后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。先生，连城不明白，您既反对我和粤系翻脸，但又不同意我服软，那我应该……你们进来吧。毛剑生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毛剑生你们都认识。老吴，中统广州站的站长。老吴啊，冷副局长。连城，你看看。连长官，这是贵部独立旅旅长宋年，日据时期勾结日本人残害抗日志士，以及与共产党秘密勾结、出卖情报、倒卖军火的所有材料。照片里的人就是我，这是宋年将从日军手里接收的物资转卖给南海纵队时，我们秘密拍的照片。我们截获了南纵的人，我假冒南纵的军需科长跟他接头。老吴，你先回去吧。是。毛剑生，你陪2位女士说说话。连城，我们出去走走。这个宋年是郑介民扔给张发奎的一块烫手山芋，而张发奎也只是利用他往桂系和蒋总裁的眼里揉沙子。只要把杀宋年的理由坐实了，他张发奎犯不着为了宋年跟所有的人翻脸作对。材料你可以放心，没什么问题，所有的材料都是真实的。除了我，没人可以弄到他。先生，我的处境，您怎么那么了解？你放心，我不会监视你连城的。我对自己的眼光还是很自信的。不过，你还是要反省一下，否则以后再出这样的事情，我都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帮你。
连城很矛盾，他不得不承认那些材料正是他需要的。如果没有这些材料，很可能最后他不得不屈服于张发奎。他相信，冷长里是在真心帮他，也是真心的赏识唐爱石，但这反而让他的心悬了起来，因为这意味着，即使远离重庆，冷长里的目光也从未离开过他和唐爱石。楚夫人，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。毛先生。哦，对，现在不能再叫楚夫人了。连连，你连城哥可挂念你了，他老说重庆的天气对你的身体不好。他说你不喜欢阴天，一到阴天就特别容易发火生气，自己都控制不住，是吗？偏偏这重庆又老是雾气沉沉的。其实，西方的医学研究证明，自然环境对人的身体确实是有影响的。你比如说我吧，我对一些气味和花粉就特别敏感，一闻到就喘不上气儿，严重的时候还会觉得心脏都要爆炸。夫人把所有下人都送走了，就留下我一个。夫人心脏不好，我实在放心不下。难怪你老对我发脾气，原来是天气影响的。你怎么那么多话？现在这儿倒是阳光明媚了，就是天气太热了。你多喝点水，不然容易上火。回头我让司机给你多送点水果，多吃水果对皮肤好，尤其像你这么漂亮的小姐。先生，您真的对我和唐小姐在一起没想法吗？你说没有是假的。你知道，我原来一直希望你和连连。也许是天意吧。不过我现在也想通了，连连在感情上也许跟你最近，可是在事业上，她不如唐小姐对你有帮助啊。先生，我没那么功利。连城啊，没有哪个男人在结婚之前会知道自己会走到哪里。但是客观上，每个成功男人的身边都有一个支持和帮助他的女人。您觉得唐小姐是那样的女人吗？唐小姐曾经在美国上学，是蒋夫人的小师妹。我相信你连城不会是因为这个才跟她在一起的，但这确实是她的优势啊。现在美国人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了，你等着吧，总裁早晚会把你要回去的。我看得出来，你是真心喜欢他，好好珍惜吧。除了结过婚，其他方面他都不错。前夫出生于南洋富商，来往结交的人又都是官宦名流，而你，我不配。谁说的？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我相信你连城会一步一个脚印，踏踏实实的往上走的。我们还是回去吧，说不定啊，里面已经打成一锅粥了。您说连连，那您为什么还把她带来？难道你就不想见见她？总得让她慢慢习惯和接受这个现实吧。走吧。
还是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冷常理认为，今天你们俩一定会打起来，还想着怎么去劝解呢。没想到你们俩却还聊起来了。你是怎么让连连消除对你敌意的？消除敌意说不上吧，但是至少可以不放在脸上啊。其实都是女人，设身处地的想想，都能理解对方了。连连是有些孩子气，但是心地不坏。他要是真的特别有城府，我倒害怕了。看来你们连家人都是一样的。什么样？善良、正直，喜怒形于色，不掩饰自己。你这是夸我，还是批评我？你说呢？别对着吹了，当心感冒，去洗个澡吧。先生，我怎么觉得这个楚夫人，不，唐小姐，她脱不了共党分子的干系。好了，别再给我拿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来脏我的耳朵了。10几年了，一点长进都没有。当初你比连城当兵还早几天，可人家现在已经是中将了，是一方诸侯，而你呢，到现在还只是一个中校。你还有脸拿这些话来烦我？先生，我真的觉得他……我说你到底明不明白？我把你从广州调到这儿来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明白。眼前是帮助连城惩治宋年，确保击败岳系的张发奎。下一步，利用我系统资源为清剿南海纵队提供情报。再下一步，是改造本地的警察系统，为新政府运转提供保障。而长远的计划，是在46军悄悄建立组织，严密监控桂粤双方，以防有人在连城的背后捅刀子。行了行了，你说的都是表面的事情，这些事情非得要你毛健身来做吗？我看老吴做的就比你好。我告诉你，要做这些事情，必须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得到上面的支持。连城现在是党政军一把抓，没有他的许可，不管你往哪儿敲钉子，他都能一根一根的给你拔出来。明白。你明白什么？我把你专门派到广州，又从广州把你调到这儿来，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帮你找回你和连城之间的那点兄弟情谊。先生，从连城回到重庆，我们兄弟俩再没见过。你还好意思去跟人见面，还好意思说什么情谊？你和连城之间的那点兄弟情谊，早就让你拿去喂狗吃了。你把连城的心都给伤透。要不是你，连连早就嫁给连城了，哪还有什么唐小姐？如今你又盯上了连城的女人，你是件命长啊！我当初真不应该把你留下。我错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给我记住，多干添砖加瓦的事情，少做拆房毁地的勾当。你在这儿只有一个任务，那就是让连城看到你是真心的为他这个大哥卖命，求得他的原谅，重新找回你们兄弟之间的情谊。是，剑生一定不辜负先生的期望。
冷长礼今天说的是真心话吗？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说的应该是真话，尤其是对你的赞赏。我们两人在外面的时候，他又说过同样的话。不过像他这样的人，永远不会把真心话全部说出来。我还是心里不踏实。如果仅仅只是帮你，他没必要把连连和毛剑生也带来啊。也许你的直觉是对的。大部分时间，女人比男人更敏感。但是起码在张发奎这件事上，他是真心帮你吧？实际上，他要对付的是郑介民。中统和军统从来就是冤家，两家互相拆台的事时有发生。当年总裁还就此事训过戴笠。军队一直是军统的地盘，中统的人根本插不进脚。他帮我，就是帮他自己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郑介民的人，只要前脚被清洗，后脚他就把他自己人给塞进来。不过前提是要得到我默许。他是以要帮我的名义，想把这座岛变成他中统的独立王国。看来他说你不懂政治，真是小瞧你了。如果你真的只是一个会打仗的将军，蒋总裁怎么会把你留在身边呢？我就不明白冷长礼怎么就看不清这一点。还是有一种情感，叫爱。有时候，它是让人无法承受的。你能明白吗？你是说，冷长礼是把你当他的孩子？还是有时候，我真想扔下所有，什么都不管，带你离开，不管去什么地方。司令员同志，组织上交给我和红英同志的任务，就是确保南纵生存下去。眼前虽然平静，可是这平静下面掩藏着更大的危机。46军是白崇禧的精锐部队，军长连城又是一位既能征善战又有谋略的将军。一支由警察组成的队伍，和一支经过抗日战场历练的正规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何况这一仗，我们要不是事先得到了敌人的军事图，那来的即便是宋年旅，吃亏的也是咱们呀。司令员，请相信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南纵的前途考虑的。不是我想隐瞒你什么，是因为组织上要求我必须独立完成工作，这也是党经过了42年的教训之后所做出的硬性规定。韩奎同志，我肩上的担子不比你轻啊。我明白，所以我要利用和连城是老熟人这层关系，尽量帮你减轻压力。哪怕是他少来一个团进山，对我们都是有利的。这一次，他就派了一个保安旅来，不就很说明问题吗？韩奎同志，我要提醒你，敌人终究是敌人。你不要指望敌人来帮你。我听到些议论，说红英又去了连城的官邸，你要引起注意，不要被敌人拉下水。这种事，南海纵队不是没有先例。城里生活远比山上舒服得多，女同志更容易受到诱惑。张长官，我有确凿证据证明宋年就是共党潜伏在我方的谍报人员。这也证明了指挥所里所有参谋和警卫
全部战死，只有他活了下来。这是因为他怕留活口，被人举报，所以策划了屠杀行动。连城，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。长官，连城绝对秉公处理此案。虽然宋年屡次犯上，但出于对长官的尊重和信任，我还是委以他重任，就连作战计划都由他独立完成。同时，这也是出于两广军队长期默契合作的信任。可是他竟然……好了，你不用解释了。你敢杀，就要敢负责任。如果你不能拿出证据证明你说的话，我会亲自飞到重庆找蒋总裁评理。哼！长官，我知道，我让邢副官把材料送到广州，亲自递交到您手上。长官，再见。军座，军座！诸位，我连城从军这么多年，打过无数次仗，杀死过无数敌人，但从来没有杀过自己人。今天，我要破这个例了。我在来的路上，一直在想，是什么样的人带兵打的这场仗，会打成这样？对方没死一个人，我们却死了487个兄弟。我们都是军人，你们想想，如果你们的顶头上司是这样的人，你们敢跟吗？在战场上有这样的上司，你们心里踏实吗？就是他，宋年，他不配带兵打仗，只配当汉奸。宋年，我杀你不是因为私仇，看到了吧？这是公愤。你不是觉得我冤枉你了吗？那我就让你死得明白。邢副官，到，给他看看。这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谁干的？这是谁干的？大家说，这样的人该不该杀？该杀！谁去队？举枪！瞄准！军座，冤枉啊！你不能这样！军座，冤枉！你说什么？你要进山？对，去干嘛？去找韩奎？没错。你怎么知道韩奎在南海纵队？你早就知道。我是搞情报的，这个都不知道，还搞什么情报？你既然知道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韩奎现在是共产党。你怎么能跟共产党往来呢？你就说吧，帮还是不帮？别的事我都能帮你，这事儿不行。我要是帮你进了山，先生知道非杀了我不可。不帮就不帮，少拿先生做借口。连城啊，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办？现在暂时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宋年是把我害惨了，我整个46军所有的布防和情报
都落到了南海纵队手里，我只能重新布防。但有些位置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马上进驻的。这个张发奎也不是不知道，可他还天天逼我进攻进攻，我连脚跟都没站稳。兵家最忌讳的就是后方不稳。你想过没有，连城？如果在你的部队里有情报系统的人员，这种事情还会轻易发生吗？我明白您意思，不过我也说句实话，您想塞人到两广的部队很难。军统已经臭不可闻，情报工作本来是来对付敌人的，现在变成整自家兄弟的工具。除了中央军，其他派系都对情报系统的人非常排斥。即使我是军长，但是把人硬塞给他们，他们也一定会捅到白长官那里。您说？我明白。一支军队如果要靠其他部门的人来控制，那确实是一种悲哀。其实，军人有几个是关心政治的？就像当年我在台儿庄，就是被共产党游击队抬下战场的。还好是在李长官手下，如果是中央军，说不准就被军统扣上顶红帽子给毙了。先生，连城说话直率，您别介意。我觉得整个党国只有先生一个人是真正在做情报工作，其他人不过是把手中的权力当作交换和敲诈的筹码。所以除了先生，任何情报系统的人我都不会相信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怪你的。咱俩说话从来不遮遮掩掩，这也是我最欣赏你的地方。好了，不打扰你了。不过我要跟你借个人。先生，您说。唐小姐，我想让她带我们到处转转。没问题。还有啊，你老是把人关在家里，那可是埋没人才啊。虽说这儿比不上重庆，可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啊。你光顾着抓军事，却把正事扔在一边。你应该让唐小姐出来，以你特别助理的身份主抓地方建设，这样你才两手都过得硬啊。当然了，我也有私心啊。我想让连连跟他学习学习，也算是一种磨砺。连连过去跟着我，有我照顾他，可我终究会老啊。再说，你这个当哥哥的也不能把妹妹扔给我，你就不管了。先生，让我考虑一下，我回去征求一下他的意见，看他本人同不同意。好。先生回来了。先生，工作计划已经做好了。啊，哎，连连呢？哎，刚才还在，我去找他。好。那就这样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啊，好。
证件。你凭什么查我证件？我跟了你半天了，看你鬼鬼祟祟，我怀疑你是激进分子。警察先生，现在可不是日伪时期了，你们还来这一套？什么时代也不允许你们这种人活动。我们这种人？哎，我们是什么人呢？哼，别装了，我认得你。走，跟我回警察局。快走！先生，先生，连连不见了。喊什么喊？大惊小怪的。不是，到处找过都没见他人，问了所有警卫，也没人看见他出去。也许他上街了，不想让你们跟着他。这样，你带2个人到街上去找找。是。还有，找到找不到，都不要惊动警察。明白。跟我来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是和平救了我。如果今天没有他，我恐怕已经被反动警察抓走了。我叫和平，人口和，萍水相逢的萍。大家好。和平同学你好。你好。欢迎你。你好。你是哪个系的？我怎么没见过你呢？我不是你们的同学，我是从外地来的，所以你们没有见过我。不过我曾经也是大学生，也贴过标语，当街游行过，和反动警察做过斗争。我一看丽梅就知道他是什么人。我遇到他时，他正在被反动警察追捕。别动！谁动就开枪了，都别动！楚总，用不用去警局问？为什么呀？小姐从来没来过这个地方，怕省一路。中统搞情报的，找个人还要靠警察局，丢不丢人？是。跟上那个女的。我示意全部进入警戒阵地，只待19时布置完毕，就可以同时对南海纵队发起进攻。我提醒诸位一句，别想着一口吃掉对方。南纵绝非豆腐渣，要做好长期作战准备。
热带雨林本身就不适合装甲部队大规模作战，炎热气候更是对士兵身体和精神造成影响。所以，我们宁可慢点，多花点时间，层层逼近，也不可贸然进攻，重蹈日军的覆辙。军座提醒很重要。事实上，我市目前就已经出现了非战斗性减员的情况。是啊，天气热，士兵口渴，老想喝凉水，这样导致许多士兵都闹肚子。中暑现象也不少，尤其是在坦克和装甲车里，热得能把鸡蛋烤熟了。是啊，我们市也有这种情况，同样的减员。哎，军总，冷场李先生来了。先生，先喝茶，这地方太热了，一天能出一盆汗。作战方面你应该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吧？一路上看到的都是军车和士兵，感觉这1、2天你就要发起进攻了。没错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这2天就要行动了。先生来了，我也陪不了您。军事上我帮不了你什么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，也许对你有用。先生，怎么对南海纵队内部情况这么了解？你干你的，我做我的，我能帮你的也许就只有这些了。连城啊，我一直记得你以前说过的一句话：要战胜对手，首先要了解对手。先生怎么对我说过的话记得这么清楚？古人说：“父母在，不远行。”看来这话放在现在行不通啊。我倒想起了另外一句话，那就是“儿行千里母担忧”啊。天下做父母的，哪有不替孩子操心的？好了，走了。啊，对了，于公于私，这次你都不会放过韩奎，对吧？同志们，敌人2个主力师分别从东西2个方向对我纵队形成夹击之势，想一口吃掉我们，形势非常严峻呐。抗战8年，我们没有丢弃1寸土地，今天也绝不能丢。韩特派员，你的意见呢？我坚持认为，应该充分利用46军正在重新部署这个空档，迅速转移、分散隐蔽，保存实力，而不是修筑防线跟敌人打阵地战。韩特派员，你别忘了，这是一座孤岛啊！日据时期，我可以利用地方势力和民众的反日情绪化整为零，把部队藏入民间。可今天是国民党军，那些土豪劣绅巴不得我们被消灭掉。你让我这1万多人的队伍往哪儿躲？往哪儿藏啊？如果你们没地方跑，最好统一改变。我会把你们全建制保留，保证不拆散你们队伍。比如叫独立师。就这样。军座，院子里有个人要见您，我问他姓名，他也不说，只说是您的熟人。剑生，你怎么来了？连连丢了。什么？连连一早出了门，
到现在我都没找到他。先生又不许我问警察局，我想来想去，只有来找你。他会不会逛街去了？不，他去找韩奎了。